水在哪儿？您真活了？我当然活着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咱们恒泰当铺啊！掌柜的，您病了3天3夜，大夫说您不行了，我们都准备给您入殓了。当铺，入殓？我不是在水下打捞吗？这勒痕，皮下出血，窒息特征明显，我这是被人掐死了。掌柜的，您说啥？外面什么声音？是齐会首派来讨债的，说咱们欠了3000两银子，今天必须还。这是什么？这小的不知道啊。砸！给我砸开这炮门！死人也得还钱，今天不交银子，就把这当铺夷为平地。这是我欠的债。废话，别在这里给我装失忆！3000两欠条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这上面还有顾掌柜亲手画的押。利滚利，3个月翻了5倍。你们这是放贷还是抢劫？少废话！有本事别借呀！今天铺子留下，人可以滚，要么人铺子一起留下。掌柜的，咱们店里已经1两银子也拿不出来了，这其实是一座空店。够了。安息吧。12年前，柳氏灭门。柳氏，这是……谁允许你查柳氏案的？宋大人这是做什么？我问你，谁让你查的？没人让我查，是账本自己告诉我的。账本？前任掌柜留下的血账本，里面藏着密文。柳氏案，你知道多少？我只知道12年前有场灭门案，跟这当铺有关，仅此而已。不过宋大人这么激动，看来这案子跟你也有关。忘掉你今天看到的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那你最好小心点，别像前任掌柜一样死得不明不白。柳氏灭门，按察司血账本，这京城果然不太平。掌柜的，这招牌真气派。旧物可典，冤屈可诉，这8个字就是咱们的规矩。顾掌柜真是包青天在世啊！感谢顾青天为老百姓主持公道。掌柜的，街坊们都说您给李家讨回了公道，这会儿瞧瞧，送瓜果的都排到巷子口了。这些东西都收下，不能薄了乡亲们的好意。哟，好大的威风！现在女人都能抛头露面开铺子，这是要坏了咱京城的规矩。你们是谁？这招牌脏了整个行业，我今天就是来给你们洗一洗。识相的赶紧滚，否则连你这张脸一块泼！既然觉得女人抛头露面是伤风败俗，那今天我就让你们尝尝什么叫真正的败俗。阿福，退后！这是什么妖术啊？有妖术！有妖术！回去告诉你们首领，不管你们使用什么下三滥的勾当，我都会把这间铺子开到底。掌柜的，街坊们都关门了，这齐会手的手伸的也太长了。刚刚发生的事只是警告，他们还会再来的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以不变应万变。救命！有人要杀我！别怕，先进来。这玉佩你一定要收下。你手上的血哪儿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那客人喝醉了，这玉佩从他怀里掉出来，我刚捡起来，外头就有人追杀。阿福，关门上栓。是。万堂妹妹，你一定要救我。你在这里暂时安全，但你要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才能救你。伤口不深，但下手的人是想让你出血而死。当时我像往常一样招待客人，那个客人很奇怪，鞋子上沾满了红泥。红泥？对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还有股子怪味，像是腐肉。你先歇着，这玉佩我再看看。晚苍妹妹，你可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死人的东西我见多了，不怕。
把玉佩交出来。宋大人大半夜翻别人家屋顶，就是为了谋杀自己的妻子吗？这玉佩涉及朝廷命官失踪案，你留着它只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所以宋大人如今一直在追寻玉佩的下落，最后找到了花娘。没错，但是伤害花娘的不是我，另有其人。我们一起合作，以你那木鱼脑袋，肯定找不到案子的关键线索。你这玉佩背面的云龙纹是官府秘制，说明死者身份不低。我刚刚从花娘那里听到，持有玉佩的人脚底上有红泥，并且还伴有腐臭味。你那儿有什么？3个月前，有个农夫前来报案，他在城外的乱葬岗发现了几具不明身份的尸体。红泥有可能就是从乱葬岗带来的。今晚我们就去会会那些死人。别动！退后！宋大人，麻烦帮我掌个灯，我要验尸了。需要我做什么？站稳了，别吐在我身上。你这手艺是跟谁学的？你想学，我可以教你。指甲缝里有矿石粉末，这种成色，京城只有城东黑矿厂才有。城东黑矿厂，那里是齐伯晕的产业。又是齐伯庸，他到底还干了多少龌龊的事？这次我一定让你服猪！一群废物，让你们杀个风尘女子都办不成。会首息怒，那女人跑进了恒泰当铺，顾婉堂把她藏起来了。顾婉堂，好得很。既然她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今夜让恒泰当铺连人带铺子一把火烧个干净。是。着火了！掌柜的，快跑！花娘还在后院厢房里。阿福，去前院打水。掌柜的，你要干什么？救人！火太大了，你会死的。那也得去。花娘，花娘！掌柜的，别管我，你快走！闭嘴，跟我走！你怎么来了？宋明，小心！抓紧我！掌柜的，都是我连累了你，这场火肯定是追杀我的人放的。别说傻话，你先好好养伤。掌柜的，齐伯庸的管家来了。我家会首有令，明日商会大会，你要是敢来，就让你站着进，横着出。回去告诉齐伯钦，明日大会我不仅会去，还会带着让他下地狱的贺礼。哼！顾万堂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独自前来！齐会主这么大阵仗，是怕我一个弱女子不成？顾掌柜，你用邪术验尸，坏了京城规矩。就是，女人家开铺子已是伤风败俗，还敢管男人的闲事？邪术？我这当铺收的是旧物，可齐会主手上沾的全是人命。你胡说！胡说？那这份供词怎么说？你侄子齐小工业亲手按的血手印，杀了李掌柜，就为了侵占他家的店铺。这是真的？还有这本账，城东黑矿厂偷税漏税，5年来贪墨白10万两。齐会主，你说这是不是人命？你个贱人！齐会首，你真的做了这些事儿？咱们被他骗了！今天该滚出京城的是你！慢着，周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有人举报恒泰党部妖言惑众，无照行医。是谁举报的我？来人，把这个妖妇给我锁了，当铺立刻查封。是。周大人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这锁一旦戴上，你要承担得起后果。本官办案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女流之辈指手画脚。顾婉堂，你今日插翅难逃。是吗？那咱们就走着瞧。顾掌柜得罪了，来人，把他店铺也封了。周大人，这么急着动手，
是怕我开口说话？大胆，抗拒公务，罪加一等。城东矿场周大人收受的白银3000两，这笔账周大人还记得吗？你胡说什么？胡说？那这张纸上的字，周大人要不要当着街坊们的面念一念？你们都退下，先放顾婉堂一马。顾掌柜真是好手段，不过这当铺暂且封了，待查。掌柜的，他们欺人太甚。阿福，回去。第3页的水渍下面还有夹层，这不是账本，是一桩旧案的记录。柳氏满门，12年前，这个图腾是宋灵的佩剑上也有这个家徽。你在查什么？宋大人深夜翻墙，我该问你查什么才对吧？这图腾你认识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这不是你该碰的东西。是不是我该碰的？不是你说了算。宋大人，你和12年前的柳氏灭门案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所以你要杀我灭口？这不是你该查的东西。再往前走一步，你会粉身碎骨。老子今天就让你看看齐会主的规矩。刚才阿福的话，想必你也听见了。就算拿这间铺子抵债，也值不上3200两。不如给我3天时间，到时我会把3200两，再加上这3天的利息，总共3500两，一并交到你手里。这3天我不会跑，如果没筹齐，大不了我把命也赔给你便是。3天，你拿什么还？卖身吗？这你不用操心，3天之后你便知道真假了。好，哈哈，有种！3天后我再来，到时候可别跪下求饶。掌柜的，您疯了吗？3500两，咱们哪来这么多钱啊？阿福，现在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情。啥东西啊？命案。掌柜的，这破炉子能值钱？阿福，拿醋来。醋？哦，好。看清楚了，双龙戏珠纹，内填珐琅彩，底款是前朝年制。这叫鎏金掐丝珐琅熏香炉，前朝宫廷玉器，保守估价4000两。4000两！前世的我到底发现了什么，值得有人杀我灭口？我开当铺的，什么东西没见过？你越是拦着，我越要查清楚。顾婉堂，宋灵，你在怕什么？怕我查出真相，还是怕我查出你自己都不敢面对的秘密？住口！你松手！你以为凭你一个当铺掌柜，能斗得过这满京城的权贵？宋灵，如果你真想保护我，就告诉我真相。有些真相，知道了比不知道更危险。我不怕危险，但我怕。这个男人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？这敲门声，这血迹。顾掌柜，救命！求求您，给死者一个公道。你先别说话，这伤得赶紧包扎。不成，我得把这血衣交给您。我去报官，周典部说我妖言惑众，打断了我2根肋骨。你在哪儿发现的这件衣服？城西乱葬岗的深涧里。顾掌柜，都说您是晚堂判官，能让死人开口说话。阿福，备车上山。掌柜的，这真的是人骨头。骨盆宽度，女性，牙齿磨损程度，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。掌柜的，您真神了！别说话，递我毛刷。指骨和肩胛骨有职业性磨损，是常年操作重型织机的人。3年前，吉伯庸吞并京城最大的脂坊主事失踪。
阿福，你记不记得3年前齐伯庸强占福星脂肪的事？记得，那脂肪的女掌柜带着账本要去告官，结果人就不见了。现在人找到了，这颈椎骨上有致命缺口。掌柜的，这是什么？军中制式暗器的箭头。军中的？那齐伯庸他……这是军中制式暗器，齐伯庸背后站着朝廷高官。阿福，把土填好，咱们马上下山。齐伯庸的死期到了。花娘，这些证据你收好。万堂妹妹，你这是要……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齐伯庸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鬼。那些个达官贵人最怕的就是丢脸面，这事儿包在姐姐身上。3日之内，我要周典部亲自来撕封条。哟，妹妹这气魄，姐姐我服了。顾掌柜，是本官一时糊涂，这封条这就撕了。周大人客气了，不过下次动手之前，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是，顾掌柜教训的是。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。齐伯庸已成弃子，太常寺将出死局，速毙。这密令，太常寺要出手了。掌柜的，这把刀您看看值多少银子？这刀上的绣有点意思，祖上传下来的，可能年头久了。刀柄上的血腥味还没散去，这就是件凶器。他们是想栽赃于我。行，这把刀我收下了。阿福，送客，请。掌柜的，那人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不是好人才有意思。那咱们收了这刀，万一什么？万一有人来查，说咱们窝藏凶器？对啊，那咱们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？齐伯坤背后的人，这是要置我于死地。太常寺陪政者，拿醋酸做旧的破铜老铁也敢来我这儿栽赃。既然太常寺想玩，我就陪你们玩把大的。掌柜的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先让他们以为我上钩了，把针短刀包好，送到花娘绣房夹层。记住，谁问都说不知道。是，掌柜的。顾掌柜，开门纳客啊！齐会首这是唱的哪出？有人举报你这当铺窝藏凶器，我身为行会会首，自然要秉公办案。秉公？齐会首这词儿用的可真新鲜。少废话，给我搜！这暗格倒是藏得隐蔽。齐会首好眼力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那里还有格子。诸位街坊看清楚了，这就是血淋淋的凶器，人赃并获。天哪，当铺居然藏凶器，这可是要命的罪啊！阿福，端盆清水来。掌柜的，这……照我说的做。哼，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装神弄鬼。齐会主，
您说这刀上是陈年血绣，难道不是吗？那咱们就让街坊们瞧瞧，这血绣到底是真是假。这是我特制的显色剂，真血遇它会凝固成黑褐色，假血会怎样？会像现在这样，散发出刺鼻的醋酸味和猪血臭味。真的是假的？你胡说！齐会首，我就想问问你了，你是从哪里来的情报，说我这里私藏凶器的？你还是说有人教你这么做的？走！不会好样的，就该让这种人出丑。掌柜的，您真是神了！收拾东西吧。掌柜的，您怎么不高兴？有人在看我们。谁啊？看不清了，那块腰牌上的字是太长二字。齐伯庸背后的人终于露出马脚了。放开我！别出去！你知道那个人是谁？太常寺的密探，你早就知道。我追查他们很久了。追查什么？12年前的一桩灭门案。和当铺有什么关系？你手里的账本记录的不只是齐伯庸的贪腐，还有一件能颠覆朝堂的秘密。所以你一直在利用我。一开始是。现在呢？现在我不想让你卷进来。可我已经在局里了，不是吗？对不起。说说那桩灭门案。12年前，柳氏一门一夜之间被灭口，官府以匪患劫掠草草结案。你不信？我当然不信，因为我就是柳家唯一的幸存者。你姓柳？柳玲，宋玲是我进暗查所后改的名字。账本和灭门案有什么联系？账本里的密文记录了当年参与灭口的所有人，包括太常寺卿裴正泽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破译了一部分密文。你法医也要懂密码学。我小看你了。所以现在怎么办？我本不该瞒你，但既然你看到了那块太常寺的牌子，你我就都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，回不了头了。谁说我要回头？从今往后，查案的事我们一起。掌柜，救命啊！有冤啊！什么人？小心！掌柜的，救救我家老爷！别急，慢慢说。我家老爷临终前让我把这画轴当给您，说您能看懂。你家老爷是谁？刘府的老管家。柳伯。老妈妈，你先去后院休息一下吧。多谢掌柜的。3天到了，银子呢？在这儿。哼，你糊弄谁呢？破铜烂铁也想抵债？看清楚了，这是前朝内造鎏金掐丝珐琅。我管你什么年制！这叫宫廷御制熏香炉，古玩行保底可兑4000两。多少两？阿福，去黑市找古董行的马掌柜，就说顾婉堂要出手玉器，让他带现银来。好嘞。等等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诓我？诓你？你配吗？掌柜的，马掌柜说了，这炉子他要了，这里是4000两银票。这里一共3500两，包括这3天的利息，连本带息全部还你。这是真的？现在带着你的刀，给我滚出去！你好，算你狠！掌柜的，您简直是神仙下凡，小的这辈子跟定您了。起来，别动不动就跪。掌柜的，您怎么知道那破炉子值钱的？因为我有天眼。啥意思啊？这话有问题。柳伯不会无缘无故留话。画轴的重量不对，里面可能藏了东西。
是一封信，用特殊药水浸泡过的。能显影吗？试试，字迹出来了。这是父亲的笔记。灵儿若见此信，当知柳氏之劫非匪患，乃权贵为夺重器，蓄意纵火灭口。蓄意纵火？他们提前封死了宅院所有出口，所以所有人都是被活活烧死的。信里还提到了一样东西。什么？传国玉玺。玉玺？你父亲说，玉玺藏在……说，藏在哪里？后面的字迹被烧毁了。这群狗贼！别被仇恨蒙了眼，越是关键时刻，越应该冷静。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太少了，那个老狐狸迟早会露出马脚的。对不起，我失态了。嘘，屋顶有人。找死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太常寺的暗记。裴正则已经盯上我们了，接下来他一定会有动作。那个老狐狸已经按耐不住了。顾掌柜，昨日多有得罪。齐会首这是？上次凶器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事情没调查清楚，就说你私藏凶器。这次我是专门来给你赔罪的。赔罪？这些绸缎古董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这我可不敢收，万一又是哪门子凶器呢？顾掌柜说笑了，里面都是上等的古董玩物，我是真心想向顾掌柜道歉的，希望顾掌柜能收下。齐会首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只好收下了。阿福，收货。是。那我就不打扰了啊。慢走不送。把所有箱子的底板都撬开。好嘞。果然有东西。这是啥？是军用硝石。硝石？给我送这么多硝石，齐伯庸到底想干什么？立刻顺着车子去查货源。是。小心行事。掌柜的放心。齐伯庸，你这次是想炸掉这半条街吗？阿福，杀了他！掌柜的救命！放开他！哼，又来一个送死的。是吗？我的眼睛有毒！动我当铺的人，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，法医不只会解剖死人，更知道怎么让活人生不如死。掌柜的好样的！能站起来吗？能。查到什么了？货是从太常寺卿裴正则的私库运来的。果然是他。有刺客！花娘，抓住那个女人！掌柜的救我！放开他！又来一个！找死！小心！这群贼人！小伤，伤口很深。别怕，有我在，这一局哪怕粉身碎骨，我陪你走到底。你这个傻子！别动，我给你包扎。宋大人，前招。齐伯庸死了。什么？怎么死的？七窍流血，像是中毒。他手里拿着什么？一块断裂的令牌。太常寺的。裴正则要灭口了。他这是在向我们宣战。把尸体翻过来。顾掌柜，这大半夜的，齐会首都凉透了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照他说的做。这是要干什么？验他是怎么死的？你以为我大半夜是给他超度的？
晚唐，有没有异常？你看他这七窍，血是往外渗的，不是喷的。急症暴毙的人，血会从口鼻喷溅，而他这个是慢慢渗出来的。这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，这说明他体内的毒素是长期积累的，不是今天才中的毒。慢性毒药。看这银针，黑了。齐伯庸不是病死的，是被人一口一口喂死的。大胆刁民，竟敢私自验尸，目无王法！大人这话说的新鲜，哪一条律法不让民间人士验尸？请大人明示。齐会首乃是急症暴毙，本官已经查明，你一个女流之辈懂什么？那大人说说，齐会首身上这尸斑是怎么来的？这自然是死后淤血所致。死后淤血，大人，正常尸斑是暗紫色的，可齐会首身上这些是青黑色。一样的，都是死人身上的东西，有什么分别？大人连尸斑颜色都没看清就敢定性为暴死，您这官帽是靠求神拜佛得来的吗？你放肆！顾掌柜说的句句事实，大人若是不信，不如当场验尸，让百姓们也开开眼。宋大人，你按察司管的也太宽了。齐伯庸勾结朝中权贵盗卖赃物，这案子我按察司必须管。大人，您是想草草结案，还是想知道真相？我现在就能证明，齐伯庸是被人下毒害死的。荒谬！就算中毒，你怎么证明是谁下的毒？这是我在齐伯庸胃里提取出来的残渣，这种毒药必须混在浓茶中服用，而齐伯庸身边负责跑茶的账房先生现在正准备跑路。人跑了，但这屋子里肯定有东西。按察司的人已经搜过一遍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该找什么。你看这地砖，这条缝隙里有印泥。印泥？账房先生是个细致人，平时盖章绝不会让印泥掉在地上，除非他当时很慌张，或是在搬什么重物。你是说这下面有暗格？不是暗格，是密室。你看这墙上的划痕，高度一致，方向一致，是书柜反复移动磨出来的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小心点，可能有机关。这么多账本，都是黑账。这些年陪证人通过典当箱会洗了多少钱，全在这儿了。还有买官卖官的记录，连刑部侍郎都是他的人。有了这些，足够将裴正正的外围党羽连根拔起。拔掉几根羽毛有什么用？不把他的命根子挖出来，根本没用。你想怎么做？你看这账本扉页，这个密文不是普通的商号印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藏宝图的一部分。裴正则真正的秘密不在这些账本里，在这个密文指向的地方。你打算怎么破译这个密文？需要时间，还需要更多线索。裴正志能藏12年的秘密，绝对不简单。我可以调动按察司的力量。不行，你的副手钱昭，我信不过。你怀疑他？他的反应太奇怪了。一个按察司的人见惯了命案失手，不该那么大惊小怪。我会盯着他。这几行字肯定有问题。你看出什么了？这不是普通的记账方式，是密语。你看这个字，单独看是茶，但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念茶。查什么？宋玲，12年前你家里丢过什么重要的东西吗？我父亲是金石鉴定师，家里的古董很多，但要说重器，那就只有一件。什么？传国玉玺。什么？当年先帝驾崩，传位诏书上说玉玺要传给三皇子，但最后登基的是当今圣上。朝中一直有传言，说玉玺被人调包了。你父亲鉴定过那块玉玺？应该是。出事前1个月，父亲曾经进宫，回来之后就一直心事重重。裴正则不在乎财宝，不在乎人命，他在乎的是这天下到底跟谁姓。我们找到他的妻传。如果玉玺真的有问题，那我父亲，我全家都是因为这个死的。很有可能，裴正则要的不是钱，是权。他要扶持的是假皇帝，所以必须毁掉所有知道真相的人。滚！是。你就是顾婉腾？你是？按察司宋玲。按察司来当铺做什么？这里可不收官家的东西。听说你3天还了3000两债。消息挺灵通，宋大人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
只是来确认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当时签的婚约还算不算数？这个你认吗？这份婚书很早的时候就签下了。前世的我到底还做了哪些事啊？所以宋大人是来成亲的？成亲？你想多了，这不过是掩护。掩护？按察司办案需要身份遮掩，杜铺掌柜的夫君很合适。合适？宋大人问过我的意见吗？这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通知？宋大人好大的官威！你只需要记住，该看见的看见，不该看见的当瞎子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那你最好想清楚，在这京城得罪按察司是什么下场。掩护是相互的，宋大人查您的案，我开我的铺，别在我的地盘动手动脚。你很有胆子。我只是很清醒。我要杀了他！你先冷静，现在我们只是推测，还没有证据。证据？我全家的命还不够吗？宋玲，你听我说，如果我们现在动手，裴正则一定会狗急跳墙，到时候死的不只是我们，还有无数无辜的人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找到那块玉玺，拿到铁证，一击毙命。婉堂，花娘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我刚从黑市回来，有人出天价在找一件带有柳氏图腾的旧东西。什么？我听到有人说，那东西是个木盒子，很旧，上面刻着柳家的家纹。柳家的东西怎么会流落到黑市？不知道，但出嫁的人是裴正正的管家。他们找到线索了。阿福，照顾好花娘。我们得抢在他们前面。走，抢在裴正丈前面，把东西拿回来。就是这儿了。你确定？花娘说，黑市上有人提到过，柳家老仆逃到了城外。这个农庄的主人12年前突然出现，从来不进城，符合特征。谁？我们不是坏人。大半夜的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老人家，我们是来救您的。坏人马上就要到了，他们想抢你手里的东西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姓柳，柳玲。少爷，少爷，你还活着，老奴总算等到了。这些年辛苦您了，东西还在吗？在猪圈下面埋着，老奴这些年一直守着，就怕被人发现。得快些挖出来，他们快到了。婉堂，你先带老伯走，我断后。一起走。来不及了，你听马蹄声。让我看看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小心点儿。放心，我见过的尸体比你杀过的人还多，不会怕一个盒子。打开了，是传国玉玺，真的是他。而且这上面有2个年号，一个是先帝的，一个是当今圣上登基前的封号。这就是证据。奉太常四卿手谕，当铺窝藏前朝反贼，全铺查封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来得好快。裴正正已经知道了，那就让他来拿。我倒要看看，他敢不敢当着天下人的面承认这块玉玺是他的。宋大人，您这是要抗旨不成？本官办的是按察司的案子，刑部何时有资格过问？有人举报此处藏匿前朝逆党之物，我奉命搜查。宋大人若是阻拦，连您这按察司主事的官帽都保不住。大人要搜什么？顾掌柜，听说你刚收了一件木盒，识相的赶紧交出来。哦，大人说的是这个。对，快呈上来。接好了。
哈哈哈哈哈！裴大人果然料事如神。这怎么是块破木头？大人失望了，要不要顾某再送您几块？你耍我！顾某只是把怀里的东西给了大人，至于大人想要什么，顾某可猜不透。好得很，咱们走着瞧。这群贼人，他们的动作为什么这么快？他查得这么准，一定是有人提前把消息送出去了。你还是怀疑钱昭吗？除了他，没人知道我们今晚的行踪。掌柜的，阿福，慌什么？京兆府和刑部的兵马把咱们当铺前后门全堵死了。顾晚堂奉刑部和京兆府联合之令，彻查你当铺藏匿违禁之物。所有人给本官搜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东西翻出来。掌柜的，他们把咱们的瓷瓶都砸了，这帮狗官欺人太甚！住手！宋大人，您的按察司令牌在京兆府可不好使，这是刑部的文书，您要是再阻拦，休怪本官不客气。宋大人，让他们搜。晚堂，没事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搜出什么花来。大人，什么都没找到，墙壁、地板全敲过了，没有夹层。不可能，再搜。够了吗？顾晚堂，你少得意。得意？顾某开门做买卖，无端被人砸了铺子，毁了货物，现在该说这话的是我才对。你想怎样？大起商律第37条，官府无凭无据搜查商化，致其财产损坏者，需当众赔礼并赔偿双倍损失。刑部主事大人，该不会不认账吧？本官的按察司令牌在京兆府是不好使，但在皇上面前，还是能说得上话的。你各位大人翻遍了顾某的屋子，什么都没找到。现在是时候给顾某这块公道铺子的招牌磕头赔罪了。对不起，是下官莽撞了。顾掌柜威武，活该！这帮狗官就该治治。多谢诸位街坊见证，顾某这当铺还会继续开下去。掌柜的，您快看，这是什么？当铺妖女抛尸取魂。就是这个妖女，她用邪法验尸，惹怒了城隍爷。对，我儿子昨晚发高热，肯定是被他的邪气冲撞了。我家母鸡也不下蛋了。大家砸了这晦气的地方，烧死这妖女！你们别欺人太甚！掌柜的，咱们报官吧。我去把他们驱散。别动手。阿福，去把咱们后院那只病死的羊拖过来。啊，掌柜的，那羊都臭了。让你去你就去。这个妖女作恶不是1天2天了，今天必须将她沉江，以平息城隍爷的怒火。诸位，你们说我用邪术验尸，那今天我就当着你们的面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验尸。你要干什么？这只羊昨天还活蹦乱跳，今天就暴毙了，你们说是不是中了邪？肯定是中邪了。那我现在就把这邪气掏出来给你们看看。你敢？城隍爷会降罪的。你们看，这是羊的肠子，发黑腐烂，这是病，不是邪。这真的是病。这世上能定罪的只有真相，没有邪术。顾掌柜说的对，我们错怪您了。你们这帮蠢货，打死这骗子！原来是他在造谣。精彩，真是精彩啊！你是谁？在下陈之行，翰林院编修，久仰顾掌柜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陈大人谬赞了。顾掌柜，咱们进去聊聊。顾掌柜好手段，
一头死羊就把这满城风雨给平了。陈大人来，不会是专程夸我的吧？自然不是，在下是替家师带句话给顾掌柜。哦，不知是哪位大人？太常寺卿裴正正。裴正正，宋大人别激动，家师的意思很简单，3日之内把柳氏旧藏交出来，否则这当铺上下怕是要鸡犬不留了。柳氏旧藏，陈大人说的是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顾掌柜何必装傻？那件东西你心里清楚得很。替裴正正传话之前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命。齐伯庸的坟头草都长出来，大人觉得自己比他的命更硬吗？齐伯庸当了裴正场多年走狗，终被毒酒刺死。陈大人，你自认为比他得宠？顾长，你找死！是谁找死？3天后见分晓。送客。按察司的监视标记，3处、方位、高度都符合情报传递规则。既然要玩，那就玩大点儿。东西动过。宋大人好眼力。你怎么？宋大人在我铺子里刻字，不许我挪一挪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。我在告诉宋大人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您的规矩在这儿不好使。掌柜的，这把扇子能当多少钱？你是民妇李氏，夫君5天前死在家中，官府说是意外离世走的。这扇子是在你夫君的尸首旁发现的吗？是的，这把扇子是我夫君的传家之物，平日一直拿在手上。李夫人，官府已经结案了吗？结了，里值钱的东西都被齐会主抢走了，现在我只能拿这把扇子当点钱，好给我夫君下葬。又是齐会手。宋玲，你以为你藏得住？裴大人早就把一切都算计好了，这盘棋你输定了。收网。圣旨到，宋玲接旨。前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宋大人，不应该叫宋玲了。圣上有旨，即刻革去你按察司主事之职，交出令牌，听候发落。你我兄弟10年，就为了这个位子？兄弟，宋大人，您这10年可曾把我当过兄弟？案子是您破的，功劳是您领的，我前进不过是您身后那条狗罢了。所以你就去勾结裴正哲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宋玲，您的时代过去了，令牌交出来吧，别让兄弟为难。踩着我宋玲的骨头往上爬，你最好祈祷别从高处摔下来。那就看谁笑到最后了。都给我搜！顾掌柜，得罪了，奉圣上之命，查封此铺。查封当铺可有凭证？凭证，就凭你窝藏逆犯，私通叛党。你胡说！我们掌柜清清白白。清白？那墙里藏的是什么？给我砸！住手！东西呢？钱大人想找什么？不妨说清楚，顾某好配合。顾晚堂，你少跟我装傻！窝藏逆犯，按律当斩！来人，把这2个给我拿下！是。钱昭，你要抓的是我，放开他们。那就看顾掌柜识不识相了。东西在哪儿？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住手！钱大人的刀是想杀人灭口，还是想逼供？顾婉堂，你最好想清楚。大启律令第37条，查抄商铺须经按察院核验，钱大人可有手续？你跟我讲律令。若无属手续擅杀良民，便是滥用私刑。钱大人刚上任，就想背上人命官诉？哼，算你识相。来人，把他带走。掌柜的保重啊！钱大人放心，3日之内，顾某自会去按察院说清楚。哼！婉堂妹妹，这么急找我，出什么事了？钱昭带人去抄宋林的宅子了，裴正之要下死手。现在宋林藏在我家的密室里，你跟我走。传国玉玺，能动摇皇室血脉正统的传国玉玺。12年前柳氏满门被屠，就因为这4个字。所以裴正正才会不惜一切灭口。账册只能证明资金往来，证明不了他杀人。你想说什么？按察司账房里有当年的原始卷宗，那是钱昭的地盘。所以我得去。你疯了！我在那儿待了12年，闭着眼都能摸到密档的位置。宋玲，寿宴还有15天，没有卷宗，你的账本就是废纸。我等你。天亮之前，我一定回来。你受伤了。小伤。这叫小伤。拿到了。柳氏灭门案原始口供，17条人命的验尸记录。这12年的血债，必须由他裴正哥的命来填。什么声音？安门外。站我身后。花娘，别说话。他疯了，把整个黑市翻了个底朝天。他在找什么？玉玺，他在找玉玺。当年他没拿到。我听到他的人说，柳家那晚出了变故，东西不知所踪。所以他这12年一直在找。一个人最想要的东西，就是他最大的弱点。婉堂妹妹，别冲动。我从不冲动。宋玲，裴正的寿宴是哪天？15天后，腊月19。够了。你想做什么？请君入瓮。不行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你拿玉玺做饵，那是送死。我拿的是假拓片，不是真玉玺。你以为裴正正是傻子？他不是傻子，但他贪。12年都没找到的东西，突然出现在他眼前，他会失去理智。我不许你去。所以你叫我躲一辈子？我可以杀进太常府。然后呢？被他的300私兵乱刀砍死。宋林，强攻必败，你比我清楚。我是唯一能让他觉得是个小喽啰而放松警惕的人，这饵必须我来当。你要怎么做？
放出风声，就说晚上判官手里有玉玺踏票，愿意在寿宴上当面交易。他会杀了你。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黑市上突然冒出来的，说是晚唐判官放出的风。他想要什么？进寿宴，当面交易。好，好得很。大人，放他进来，老夫要瓮中捉鳖。是。这世上没有无辜之人，只有没用的人。顾掌柜既然送上门来，老夫岂有不收之理？这女人诡计多端，去查清她现在的藏身之处。寿宴前，老夫要先看看她到底藏了什么底牌。属下这就去办。记住，要活的。你带了人来。进来。你们是谁？参见夫人。这是安察司旧部钱勇、赵刚。寿宴当晚，他们负责开门。起来吧。夫人，宋大人的仇就是我们的仇。当年若不是宋大人，我们早就死在钱昭手里了。你们愿意帮我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所有的证据都在这儿了。账本、卷宗、人证、物证一样不少。内监也安排好了。钱勇负责东门，赵刚负责侧门，我会在正厅控场。陪中者不会那么容易就范，所以你的华服才是关键。23层证据，他想抵赖都难。明天就是寿宴了，12年的血债该还了。裴正哲，我来了。站住，搜身！谁知道藏了什么凶器？我这衣服里装的都是给裴大人鉴宝用的工具。你要是不信，大可当着这些朝臣的面搜。只是坏了规矩，丢了脸面，可别怪晚唐没提醒。顾掌柜大驾光临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！来人，给顾掌柜看座。扇面材质是香妃竹，血迹分布成放射状。掌柜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夫君不是自杀，是被人加害的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血滴尾部呈彗星状抛射，这是大动脉破裂的喷溅血。自缢的人，血液是往下淤积的，不会喷溅。而且你看这血迹的氧化程度，深棕色，边缘已经发黑，说明出血量大，失血速度快。那官府为什么说是自缢？因为有人想让他看起来像自缢。你是说有人伪造现场？不仅伪造现场，还收买了仓皇验尸的仵作。掌柜的，那我夫君……你夫君出事前最后见的人是谁？是齐会首的侄子齐小公子。他们谈什么？谈铺面。我夫君在东市有间绸缎铺，齐小公子说要盘下来，可出价太低，我夫君不肯。然后你夫君就死了。对，第二天一早，官府的人就上门让我验尸。李氏，你夫君的尸首现在在哪儿？停在家中旧宅，还没下葬。裴大人客气了，晚上不过是个开破铺子的，哪敢跟这满堂朱云相提并论。顾掌柜太谦虚了，听闻你这双眼睛连宫里流出来的验货都能一眼看穿。不敢当，只是死人身上的东西看多了，对旧物上沾的气息比较敏感罢了。顾掌柜，您帮老夫看看这块玉佩如何？成色极佳，雕工更是难得。只是这云纹的走向，怎么看着像柳氏家传的手法？你胡说什么？晚唐只是就事论事。柳家当年可是京城第一鉴宝世家，这手艺确实独一份。可惜12年前那场祸事，手艺人都没了，东西倒是流出来不少。这字画我也是从古玩行淘来的。是啊，古玩行的货来路可就说不清了，尤其是12年前那批，听说当时血还没干抠就被人抢着收了。顾掌柜说笑了，柳氏旧案早已结案，何必旧事重提？裴大人说的对，死人的事确实不该在寿宴上提。只是晚唐今日来，就是想给裴大人献上一份特别的寿礼。什么寿礼？快呈上来！别急，这礼可金贵着呢，得我亲自送到裴大人手上才行。哦，那老夫倒要看看是什么稀罕物。裴大人，您这满府张灯结彩，红绸子从门口一直挂到正堂，这颜色可真是正啊。办寿宴自然要喜庆些。是喜庆，只是晚唐瞧着这红，总觉得眼熟。您说这红绸子的颜色是不是跟12年前柳家门前流的血血一个色？放肆！裴大人别急，晚唐特备薄礼，祝贺裴大人80大寿。大胆！
你竟敢在二品大员的寿宴上拿这种破烂东西出来，这是诅咒！陈大人的嗓门倒是不小，只是这袖囊里装的可不是什么破烂。那是什么？是能让死人开口说话的东西。顾掌柜，你这是何意？裴大人别装了，这袖囊是12年前刘府绣娘的贴身之物，当年面门那晚，她就是被人用这条绣囊的带子勒死的。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这妖言惑众的剑妇拿下！我劝陈大人先别急着动手，这袖囊里的东西要是洒出来，在场各位的乌纱帽怕是都保不住。裴大人，您说死人不会说话，这话只对了一半。人是不会说话了，但骨头会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晚唐想说的是，这袖囊里有2样东西，一样是死者的头发，一样是死者的牙齿。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当年有个好心人，冒死从刘府火场里捡出来的，这些年一直藏在我那破当铺的地窖里，就等着今天那一刻。就算是真的又如何？人都死了12年了，还能翻出什么烂话？裴大人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。晚唐虽然只是个开当铺的，但验尸的手艺还是有的。这牙齿上的毒素可是能查出来源的。荒谬！是不是荒谬？验一验不就知道了。晚唐今天带了验毒的药水，就当着诸位大人的面把这牙齿上的毒素验出来，到时候这毒是从哪儿来的，自然就清楚了。住手！你这是在扰乱朝纲！晚唐只是想还死者一个公道，裴大人要是心里没鬼，怎么会这么紧张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一派胡言！将这妖言惑众的贱妇拿下！谁敢动？我可是有能灭你裴氏满门的铁证。这毒叫劈石粉，全京城只有一个地方能提炼出这么纯的毒素。你胡说！是不是胡说？裴大人心里最清楚。这劈石粉只有您名下那座秘密矿场才能炼出来，当年柳家满门就是被这毒药毒杀的。这怎么不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晚唐这里还有更精彩的。裴大人，您要不要猜猜晚唐这些暗袋里还藏了什么好东西？第一件，齐伯衡临死前留下的供证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这些年他帮您处理了多少违规资产，销了多少赃物。第二件，您那座私矿的账本，从开矿到现在，每一笔违禁交易都记得明明白白。裴大人，您说这账本要是送到御史台，会是什么结果？师傅，他在诬陷您。诬陷？晚唐这里的证据可都是您亲手留下的。钱昭，还不动手？是，拿下反贼顾婉婷。住手！钱勇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疯的是你。宋大人早就看穿你是内鬼了。你们！裴大人，您布在外面的暗哨已经被暗察司全部拿下了，今晚这场戏该收场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您算计了12年，晚行也准备了12年，今天这局就是专门为您准备的。你们都该死！冷静，都该死！把大门关严，今晚这里的人一个都不留！师傅，不能这样！闭嘴！都是你这个废物！要不是你办事不力，怎么会让这贱人活到今天？师傅，你也配？你以为我真把你当徒弟？你不过是条听话的狗罢了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晚唐从来不觉得这是输赢的问题，这是对错的问题。对错？这世上哪有什么对错，只有强弱。裴大人说的对，所以晚唐今天就是来告诉你，您已经不是最强的那个。您为了这块石头杀了那么多人，把玉玺交出来！您想要？裴大人，您费尽心机杀了那么多人，最后也不过是这块石子的一条狗。住口！住手！宋陵，裴正则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就凭你？不，凭的是12年前柳家137条人命。柳家，你是？我叫柳灵。12年前你杀了我全家，今天我来取你的命。不可能，柳家的人都死了。是，都死了，只剩我一个。放下武器，
不然我杀了他！你敢？宋林，别听他的。闭嘴！啊！我的手！晚唐，我没事。裴正泽，安分点。我不服！我不服！不服？那晚唐就让您服。这本血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当年您是怎么指使匪盗屠杀柳家满门的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我不服！我不服！你不用服，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。宋林，等等。怎么了？让他活着，才能让他尝尝这12年来那些冤魂受过的苦。好，听你的。结束了。来人，将裴正泽捉拿归案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本官乃朝廷2品大员，谁敢动我？你一个当铺女掌柜，也配在公堂上放肆？我确实不配，但这些替死人开口的物件，他们配。顾掌柜，请出示证物。这件绣囊是柳氏长女柳青婉的陪嫁之物，囊中残留的毒粉成分与裴府账本中采购的砒霜配比完全一致。这把折扇，扇骨上刻着柳氏次子柳明轩的名字，扇面血迹的喷溅角度证明凶手是从背后偷袭，而当年官府的卷宗上写的可是正面交锋。还有何证？这块玉佩是柳氏家主柳振海的传家之物，玉佩背面有您亲笔刻下的诗句。裴大人，要不要我当堂念出来？住口！柳氏满门17口，我这里有17件带血旧物，每一件都在替他们的主人问你，当年到底为了什么要赶尽杀绝？我不过是奉命剿匪。剿匪？那这件传国玉玺的碎片残渣，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什么？裴正泽，死人的确不会说话，但这些替死人开口的物件，今日要把你永世钉在耻辱柱上。晚唐判官万岁！柳氏冤案终于能翻了，老天有眼呐！晚唐判官，本官奉圣上之命，即日起将柳氏剿匪案正式更名为柳氏灭门惨案，柳氏满门平反昭雪。不可能！柳氏遗孤柳玲即刻恢复宗籍，官复原职。多谢大人。宋林，你家人可以安息了。是，多亏了你。晚唐判官，晚唐判官，晚唐判官！大人，大人，您饶了我，当年我也是被逼无奈啊。你欠的不是我。大人，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您就当我是条狗，给口饭吃吧。陈志行已经全招了，你在裴府的每一笔账，每一条人命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不可能，他怎么敢？为了活命，什么不敢？这是他的认罪书，你自己看吧。大人，大人，您不能这样对我。你不欠我的，你欠的是那些被你当作垫脚石的冤魂。这地狱你自己慢慢做吧。你懂验尸？略懂。略懂。凭一把扇子就能断定他杀，这叫略懂？宋大人不信？我信，但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。一个当铺掌柜。当铺掌柜不会验尸。那宋大人觉得我是什么人？我会盯着你。随便，反正这案子我查定了，因为死者开不了口，但他身上的每一处伤都在替他说话。阿福，你在外面等着。掌柜的，要不小的陪您进去？不用，我一个人就行。掌柜的，你在这里守好门。什么？伤口还疼吗？不碍事，我这条命本就是晚唐妹妹给的。你这次为了送情报，差点没命，值得。那些个道貌岸然的畜生，终于得了报应。以后不用再看他们的脸色了。晚唐妹妹，咱们的当铺还能开起来吗？能，
我带你回家。掌柜的，您回来了。掌柜的，门帘我已经缝好了。你们这是？咱们当铺可不能倒，那些个恶人都进大牢了，咱们得重新开张。掌柜的，您看这样成吗？成，都成。咱们一起把这个家重新撑起来。对，掌柜的说的对，这才像个家的样子。顾掌柜好胆色，深更半夜跑来验尸。想必你就是齐小公子吧？你比我更有胆色，杀了人还敢回来灭口。灭口？顾掌柜说笑了，我只是听说有人私闯封锁现场，特来看看。是吗？那齐小公子带这么多人，是来看热闹的？哼，不是来送你上路的。送我上路之前，能不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？你说，李掌柜的脖子上是不是有一道很深的刀痕？你，而且勒痕两侧深度不一样，左边深，右边浅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是左撇子，用麻绳勒人的时候，左手用力更大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在勒死他之前，给他灌了哑药。好啊，顾掌柜果然厉害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你了。你承认了？承认又如何？反正你今天也出不去这个门。那姓李的不识抬举，我给他银子他不要，非要跟我叔叔作对，所以你就杀了他。杀他？我只是让他闭嘴而已。先灌哑药，再勒脖子，最后吊起来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可惜你算漏了一样。什么？死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活人以为能一手遮天。你刚才招供的话，已经有人全记下来了。没错，你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记在这上面了。记下来又怎样？你以为你走得出去吗？给我上！我看今天谁敢动他。宋大人饶命！小的也是听我叔叔的。证据呢？扇子上的血。